碧娘，碧娘，碧娘，你儿子许春出大事了！春儿到底怎么了？许春在京里做了大官，但是皇帝知道春儿是罪臣之后。20年，我跟春儿20年未见，好不容易做了大官，为何又出了这档子事儿？这可怎么办呀？锦衣卫就要到了，要是你被抓住，那春儿就彻底没救了。快逃吧！已经没路可走了，他们会追上来的。齐军可是死罪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去锦衣卫自首，用我的命换我春儿的命。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满足你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按时辰，药效也该发作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来，喝了这碗茶，上路吧。当然是毒哑了你，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真相。为什么？京里是来了锦衣卫大人，但是他们是给春儿的娘丽贞节牌坊封诰命夫人的。皇帝知道你跟春儿20年没见，十分感动，命诰命夫人火速进京团聚。20年没见，春儿已经认不出你了，所以这福气还是我替你想吧。住手！我怎么相信你？毁了容的哑巴，没人能认得出来你。娘，圣旨要到了。碧爷，你也别怪我们心狠手辣，这一品诰命夫人这等佛法，10辈子都修不来。绑上石头，陈老太。圣旨到。许氏以婢娘贞敬守节，秉性端淑，恪尽妇道，着封诰命夫人，敕建贞节牌坊，以彰其德，火速进京，与子相聚。草民婢娘叩谢天恩。诰命夫人，可惜不是我。人生长恨水流东，我又哑又瞎，这般活着，不如死了干净。孩子，你可否跟我一样，是个苦命人？可惜，我已无力再抚养一个孩子长大了。孩子，如此绝境，还能笑出声来，若有平和，万念俱灰。不，我不能这般轻生，我要上京城，我要找到我的春儿。
娘，我们到京城了。您放心，只要找到了许大哥，就能给您鸣冤平反。20年，整整20年，我终于到了京城。春儿，娘，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许大人到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。让开，本官有要事在身。吁，小心！吁，这声音，春儿，干什么吃的？连城门都看不好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惊扰了大人，还不给我闪开！驾！娘，娘，您是说刚刚在骑马的人是许大哥？你们两个贱货，还不惹恼了许大人，可不抽死你们！少爷大哥，我们不是故意要惹恼大人的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，饶了我们吧！做什么都行，把你们两个送去青楼，给爷换点喝酒钱。娘，快走！注意啊！注意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巧儿，别管娘，你快跑！我怎么能不管您？娘，找到了，是许大哥的府邸，我们走。自己送上门的，走，不管他们了。娘，那几个人走了，想必是许大哥的府邸，他们不敢惊扰。我们走。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这一品诰命夫人这等福分，10辈子都修不来。既然自己送上门了，大哥，我们找许大人。许大人，你们是？我们是。娘，你放心，到了京城没见到许大哥之前，此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母女2人今日在城门不慎冲撞了许大人，想亲自登门道歉。这美人胚子送进青楼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也好，进来吧。谢大哥。哎，你进来就好，这老瞎子就不必了。不行，我娘也要进来啊。你娘进来了，我还怎么把你卖过？敢打我！打我！打我！放开我娘！就让哥哥先宠你一次。娘，救我！救我，娘！滚啊！娘！走！滚开！娘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春儿，大人，有人拦轿。哥，又是这样人，都让开！吁，小心！大人，此人光天之下强抢民女，草民和母亲差点被人乱棍打死。强抢民女，二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哥，这母亲的丫鬟都不太合心意，昨儿个都被赶去做杂役了，连早饭都没人伺候。我也是心急，寻思
给母亲找2个丫鬟。什么？这时辰都过了，母亲还没有用膳。这怎么行？抓紧时间处理。若是不愿来我徐府做丫鬟，打发几个钱，赶走便是。我去看看阿母。如此愚相，是非不分，你还是我的春儿吗？这20年，你不但愚孝了一位假母亲，还放纵包庇一个假弟弟。赶紧走，别挡了我徐府的大门。我娘问你，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，为何你敢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包庇罪犯？二虎，方才这个老妇人拦我的轿，按照大秦律，拦轿者杖30，这2人1人15板，让护院行刑。来人！不要打我娘！不行，我娘有救急，不要打我娘！这玉佩，春儿，你记住了，进了这谢学大门，你就是无父无母之人。你手里的这半块玉佩，就是我们母子相认的凭证。你学到哪儿，娘就供你到哪儿。每年的学费，娘会托人给你送来。待你学成了，记得拿着玉佩来看娘。你怎么会有这玉佩？你怎么会有这玉佩？娘，许大人在这儿，要不您就告诉他吧。从这哑巴手里把玉佩给我拿过来。这玉佩正是娘的那一半，为什么会在他们的手里？说，这个玉佩你们是从何得来？我娘说了，打完板子我们就走，您还是别问了。好啊，那就打！打！春儿马上就要进谢学了，娘有4言要赠予你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娘，这4句是什么意思呀？等春儿长大做了官，便懂了。打完了，那你们滚吧。老夫人到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当然是毒哑了你，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真相。娘，这血腥味重，您莫要靠近。你下了朝也不来看为娘，这门口闹哄哄的是干什么呢？无碍，娘，是二虎用心了。他本想要给你换几个丫鬟，谁知这母女不但不领情，而且还顶撞我。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娘老了，不喜欢这些饰品，你留着自己戴吧。娘真是老矣，当年的玉佩她都不记得了。
教训教训也好。春儿，为官最重要的就是有官威，这些小老百姓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挨板子。打便好了。母亲教导的是，孩儿谨记。孙威，你便是如此日误了春儿20年吗？许大人，我娘说为官者上正其品，下正其行，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对我们母女就是一顿毒打。许大人，这就是你的官威吗？大胆，还敢顶嘴！春儿，按大前律，顶撞父母官，该当何罪？掌掴30，给我打！娘，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，这儿交给我就行。也好，这些贱民不打不行。二虎，送娘回去。二虎，娘，我们先走。停手！与母亲重聚20年了，她也从未提起这块玉，为何偏偏今日出现在此二人身上？难道……我再问你们一遍，这玉佩是从何而来？否则，我将大刑伺候。我说，娘，你扛不住啊！20年前落下的病根，你不能再这样折腾了。20年前，许大人，这玉佩是我干娘的。干娘？她不是你娘？不是，我是我娘捡来的。哥，不好了，府里出事了。娘没事吧？府里遭贼，丢了不少细软。娘说她玉佩也丢了。玉佩？什么玉佩？娘从未提起过。哥，娘说她与你各有一块，就是你当年上学时她送你的。20年前在河边。闭嘴！毛贼母女，信口雌黄，还妄图想要诓我。来人，将这母女押入死牢，大刑伺候。认还是不认？这玉佩本就是我娘的。还敢狡辩！今日你母女二人3番2次的引起我的注意，究竟在图谋什么？图谋？我娘等了20多年，没想到她等来的人却是如此这般。哼！满嘴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。大娘，我看你不似坏人，莫非是被这个女子所蒙蔽了？你既口不能言，若另有隐情，可写于诉状之上，给他松绑。是。写吧，写出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本官可以饶你一命。哼，冥顽不灵，3目之下何求不得？你既然不认罪，还辱骂本官，大刑伺候！不用行，我娘经不起这般折腾。好，有骨气。这点痛，我既往20年来的相思之苦，可惜今日皆已灰飞烟灭。这个大牢有16种刑具，
你若能够一一扛过，且不求饶，我便饶了你。如此潘爱，你愧对天地。他说什么？娘，您别再说了。还不招是吧？继续用刑。是。我招，徐大哥，我招。她是我娘，也是你娘。她是我娘，也是你娘。玉佩的确是我娘的。20多年前，我娘3岁未见的孩子，进京当了官，深受陛下喜爱，所以册封了诰命夫人，进京与孩子团聚。可是闺中好友却心生妒忌，伙同其子毒害了我母亲，并把她扔到了河边，冒充了诰命夫人的位置。所幸天降暴雨，把娘冲到了河边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娘也是在河边捡到的我，所以玉佩在我身上。而那个毒妇，如今是朝中一品官员许大人的母亲。许大哥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便不用审了。我母亲乃诰命夫人，受贞节牌坊，我乃当朝驸马，母亲一同一品太夫人。按照大前律，假冒皇亲国戚，口头诈称，杖100，流放3000里；伪造印信，判斩立决。我念你2人有谋财之心，无害人之过，便杖100，流放岭南。不，许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们？草民愿意以死自证清白。不，娘，巧儿这条命本就是娘给的，若能让你们母子团聚，便足以。虽不知你们从何处打听过这玉佩的来历，今日本官便告诉你，这玉佩总共有2枚，我与我阿母各执1枚，形状相同，却纹路不同。若你们能描述出我手中这枚，我便可以饶恕你们2人，否则便杖100，流放岭南。2枚。够了！刚才本官将素纸笔墨递给你，你竟然不写，现在也没必要说了，把他的嘴给我封上。是。哼哼。说吧，说出我手里这玉佩的纹路样式，本官便饶了你。说不出，哼，这牢里的鞭子可不比外面。本朝史书记载，成年男性60便毙。你2人若能扛过这50，本官可以给你们机会再解释解释。哼。行刑！我贱命一条，此便死了。可巧儿是无辜的。现在知道血了，可惜晚了。任你血破天，我也不想再看一眼。唉。待你学成了，记得拿着玉佩来认娘。大人，他昏过去了。将死之人还能画出什么？大人，他画了枚玉佩，
拿过来。娘，二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这牢里阴气煞重，小心染给了母亲。哥，明日是母亲的寿辰，京中各级官员也会前来祝寿，太子也会带陛下前来。这二人居心叵测，我怕你被骗，耽误了大事。哥，你看，哦，此二人乃一对江湖骗子，自北直隶一路行骗至今，城门上挂的通缉令，便是他们。果然是江湖骗子。哥，你看，此二人乃惯犯，遇到有钱人家，便装远房亲戚，骗取钱财。当年母亲被封诰命夫人，立贞节牌坊，是全天下皆知的事情。他们一路打听，也能知晓一二，怪不得可以画出玉佩，却写不出母亲赠我的4言。哼！画人画虎，难画，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呐。你二人这苦情戏演得可真不容易。大人，我和母亲如此相信你，才告诉了你真相，你为何不相信我们呢？本官差点被你二人的巧言令色所蒙骗，幸好我胞弟提醒，才免于大祸。一对江湖骗子和朝廷亲封的诰命夫人，该相信谁？哼，不必多说了吧。许大人，许燕青，我娘20年对你的教诲都去哪儿了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定是阿母先前叫过我。事已至此，你二人还贼心不改。许大人，此二人罪状我已记录在案，请您过目。签字，画押。让他也画押。若是留下这份口供，干娘还如何沉冤昭雪呢？大胆，把他给我掏出来！大人，他吞下去了。给我打！是。好一对母女情深啊！事已至此，也不用审了，将这二贼押入死牢，判斩立决。大人，我和干娘只想讨一个公道，这也有错吗？我母亲是什么身份？岂是你二人可以随意玷污的？就算我们母女二人有天大的罪过，斩立决也要奏报朝廷啊！你撕毁罪状，已然是死罪。我哥乃一品官员，手握亡命旗牌，斩你二人还不在话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拖入死牢！慢！贸然动用亡命旗牌，恐遭朝野非议，改为斩监后，待秋后再决。可他们，我自有考量。许大人，为什么不斩了我们母女？是怕我们化作厉鬼，爷爷降临了许家的门吗？许春，等到真相大白之时，我娘的心早就已经伤透了。哥，此二人狼子野心，人人可诛之，为何不现在杀之？明天是母亲的寿辰，不宜见凶。那也待不到秋决吧？好了，此事不要在意，出去后也不要再疑。阿母心善，若让他知道这二人是因他而死，恐怕又要茶饭不思几日了。是。
娘，你听，这唢呐声在给那个毒妇祝寿呢。今日穿锦衣受叩拜之人，本该是你。我们不该来京城。娘，已经20多年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京城，见到了许大哥，难道要轻言放弃吗？可春儿他不认我。许大哥他不是不信你，他只是不相信他侍奉了20年的母亲竟然是个假的，还有那个二虎在从中作梗。只要拿出新的证据，许大哥就会相信你的。娘，累了。娘，想回家。干娘，这40年的辛酸苦辣只有你知道，难道就要这样放弃吗？我到底要做出什么，春儿才愿相信？干娘，许大哥只是觉得对母亲有所亏欠，所以才愚孝至此。我们只要找到那个毒妇的真面目，让他发现，不然我们就要被斩监侯秋后问斩了。没错，干娘，你才是许大哥的亲生母亲。只要当面对质，那个毒妇就会露出马脚的。二位该上路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！救命啊！随便喊，今儿个这牢里就老子一个，其余人都去给太夫人祝寿了。许大人不是说要斩监后，秋后问斩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哼哼，许二爷又说了，夜长梦多，让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。来，娘。许大人，不愧远近闻名的大孝子。若不说今日是太夫人的60大寿，我只当是哪位王侯家的喜宴呢。不错，太夫人福泽深厚，许大人又如此孝顺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诸位大人啊，过奖了，老身不过是托儿子的福，哪敢当这般盛赞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上赐了寿礼。娘，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徐卿忠孝两全，其母贤良淑德，因逢6旬寿辰，特赐御酒、金丝蟠桃、锦缎，以彰其德，钦此。老身何德何能，竟蒙圣上垂怜。太夫人，父皇下旨的时候说了，您老不必跪。竟然是太子！不愧是许大人，深得皇上青睐，竟派了太子前来贺寿。陈许春叩谢隆恩，陛下万岁，太子千岁。许大人，快请起。接旨吧。父皇听闻今日是太夫人寿辰，特命我前来贺寿。许大人，20年前本宫尚且年幼，许多事情都不清楚，都是道听途说而来。今日正好有空，不妨您说给本宫听听。陈家父乃一县小吏，一生清廉，奈何县令贪官，父亲受到了牵连，引罪自纠于任上，以罪员身份何然尝试？为考取功名，家母令我不得认亲，以无父无母之人方才入学。3岁入县学，5岁入州，7岁入府，12岁中举，入国子监为官至今，皆是母亲这20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的拉扯长大。20年后，太夫人依然风采依旧，可见许大人在这20年来为父皇恩，
尽心尽孝。太子殿下，臣若无阿母，臣无以至今日能有今天，皆是母亲这20年的养育之恩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女有今天肺腑之言，气血上燥，请太子殿下为天下人做主啊！为天下人做主啊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擅闯太夫人寿宴？女巧儿带干娘入京，只为揭发20年前一场欺君罔上的大罪，奈何被许大人关押地牢，被狱卒差点侵犯。所幸狱卒把所有人都吃开，小儿拼命逃脱，才带着干娘逃出了地牢。那狱卒说是徐府二爷要杀了我们。来人，把这2个疯女人带下去。慢着，本宫倒要听听是什么惊天大案。小女名叫巧儿，是我干娘收养的。20年前，皇上知道许大人与其母20年从未相见，但却一直供养，不禁感慨：天下竟有如此奇女子，故而敕封诰命，立贞节牌坊，甚至传入县里。许大人的母亲本来就已经要上路了，可是被闺中好友心生妒忌，协同其子，一起毒害了许大人的母亲。使其口不能言，目不能视，更甚者，顶替了诰命夫人的位置，进京享福。而真正的母亲穷困潦倒20多年。昨日才刚刚进京，请太子殿下明鉴，那位闺中好友就是那个毒妇，他抢了我娘的命，替了我娘的宫，而那位口不能言、目不能视的人，正是我干娘。可许大人是非不分，颠倒黑白，将我2人关入地牢。哼，许大人，可有此事？贱人！老身年逾60，已是半截入土之身，如何污蔑，老身都可以忍受。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污蔑春儿。谁不知春儿深得陛下圣宠，正是入阁拜相之际，你作何心机，在此刻污蔑春儿？娘，你莫要气到身子，您先回去坐着。娘，各位，此2人胡言乱语，老身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可涉及我儿名声，我实在不忍，其心可诛，抓起来！太夫人，今日本宫在此，定不会让一人受冤。太子殿下，今日属实是家丑外扬，那臣便一一道来。昨日这2人闯入我们府上，以借乞讨之由，行盗窃之事，偷了母亲的贴身玉佩，又起了歹心，妄图讲行骗。此2人乃惯犯，自北直隶一路行骗至今，看到有钱人，便会四处打探消息，就假装远房亲戚，骗取钱财。这2人还撕毁了罪状，被我押入死牢。本想待母亲寿宴过后，再细细审问，不知怎的，今日又逃了出来。依你之言，此2人乃江湖骗子。正是。说我2人是骗子，那你敢滴血认亲吗？不可！你是何人？太子殿下，此乃我胞弟2虎，我与母亲分别这20年里，皆是他在照顾，故而我与2虎也认了兄弟。那为何不可？回太子殿下，我母亲乃皇帝御赐1品诰命夫人，千金之躯，且今日是母亲的寿宴，不可见血。况且此2人居心叵测，满嘴谎言，已被我长兄打入地牢，又打伤牢头越狱，属实是居心叵测。我长兄与母亲已忍无再忍，若今日又应了这滴血认亲之事，唯恐他们已早有准备。如若这般，我许家在京城还如何立足？
此二人已被关入大牢，还敢打晕狱卒越狱，罪大恶极，应该立刻行刑。就是你要杀了我们！一派胡言！我长兄已判你为斩监侯，我为何要杀你？你怕夜长梦多，你怕事情败露。太子殿下，我看来此二人是发了失心疯，不必再想，直接斩立决便是。就是，班子无稽之词，危及朝廷命官。太子殿下，此二人狼子野心，断不可留啊！我娘说，自然你们体去那个毒妇的精体，我娘哪可以滴血认亲？你要与我滴血认亲？哼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不可呀，哥，莫要着了他们的道。我朝律法规定，庶民以下犯上者应受刑50鞭，我亲自执行。若你能够扛得住，我便与你母亲滴血认亲。50鞭！我说他们二人就算两个成年壮汉也受不了这50鞭啊！哎呀！娘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位姑娘，鞭刑不似板子，你可知这50鞭的厉害？太子殿下，我们怎会不知50鞭的厉害？可是我与干娘已经走投无路了，看似死路，其实也是活路。好，那本宫做主，将这50鞭降为10鞭。你二人若是扛住，本宫亲自为你们滴血验亲。太子，你千金之身坐稳垂堂，为何要为这种人开脱？我看他二人并非阴谋诡辩之人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好，拿鞭来。春儿，若他二人真能扛下这10鞭，难道你真有屈尊与他们验血？娘，我虽然不知他们有何底气敢污蔑我们家，但是众口难堵，今日之事必定要有一个结果。可如此，这让娘在京城如何立足，如何做人啊？二虎兄弟，太夫人，今日本宫在此为你们做保，你们大可放心。待得拨开迷雾见青天之时，那便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好。哼，今日以此10鞭正人心，而尽服言。还有9鞭。许大人，这10鞭我来受着，不要打我娘。验血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拉开他。是。边牧贵子，普天之下还尚未有之。9鞭之后，我便滴血认亲。这一鞭，打你以贱民之身，辱我母尊大人。第3鞭，打你不知死活，以下犯上。第4鞭，打你不知进退，辱我许氏门风。放开我，娘！第5鞭，打你不知廉耻。娘，放开我！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许大人，我们不验了，我们不验了。哼，可笑！如此出尔反尔，是我大乾律法如草芥吗？拉开他！是。最后一鞭！许大人，我只是有些
急火攻心，最后一鞭，打你倒反天罡！娘！你醒醒！他好像死了。拿碗来！哥，死了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不用再验了。你打死我娘！你这个畜生！来人，把这二人给我拖出去喂野狗去，别脏了我娘。真是一位奇女子。拿水碗来。二位，按照先前约定，既受10鞭，则滴血验亲。许大人，到你了。许大人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若今日真翻出了惊天大案，这20年我这有多糊涂啊！血味相融，由此可见，这位老夫人与许大人并无关系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不相容呢？娘，怎么会？幸亏在水里做了些手脚，不然今日差点阴沟里翻船。贱，当年能搞到你，如今依然能搞到你。多谢太子还老身和春儿一个清白。娘，是孩儿不孝，今日让您老人家受辱了。近日我看了一些侠义的话本，竟然也沾染了一丝侠气，以为身边会有一些不平事，还望老夫人和许大人莫怪。今日多谢太子为我娘净福言而正人心，否则若真让这2个人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这天下人不知道又会编造出多少话来。事已至此，铁证在前，你们2人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太子殿下，我娘确实是许大人的亲生母亲，这些怎么会不相容呢？来人，将这狼心狗肺的母女给我抓起来，就地正法！来人，这狼心狗肺的母女给我抓起来，就地正法！是。慢着，此2人巧舌如簧，搬弄是非，若真是这么简单的处死，还真是便宜了他们。给我剜掉他们舌头！竟敢袭杀太子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这水有问题，这水里加了清油。什么？这碗水好像确实有问题啊！太子殿下，民间有传闻，如果将明矾加入清水中，即使不是亲生的，也会相容；若是加入了清油，即使是亲生的，也不会相容。太子不可！是清油啊！这碗水确实被人动过手脚，请太子明辨。好啊，方才老身要剜掉你的舌头，还于心不忍，
转眼间你二人巧舌如簧，搬弄是非，定是你们趁无人注意，将清油滴入碗中，还妄图翻案。对，方才验血之时，所有人看着都没有问题，一定是你趁乱加入，还想污蔑我娘。到底是谁在颠倒黑白？哥，这对骗子已被你打入死牢，我们如此虐他，他还以德报怨，滴血认亲，这不可疑吗？莫要再让母亲伤心了，哥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我便毁了这假证。你敢销毁证据，我杀了你！不可！太子殿下，今日是我阿母的生辰，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羞辱我们许氏了。父皇时常教导我们，为君者当明察秋毫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应当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依本宫见，许大人，您和太夫人还得一夜。如此也好。娘，儿子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，不宜见血。可是今日之事，如果再继续纠缠下去的话，传到宫中，还不知道陛下会如何怪罪下来。要不您跟不孝儿滴血验亲，谣言定会不攻自破，届时便可拨开云雾见青天。不就是在验血吗？太夫人在怕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我哥乃朝廷命官大前助师，手握亡命旗牌。我母亲乃御赐一品诰命夫人，贞节牌坊在身，您为何要如此折煞我许家？今日之后，我许家还如何在朝廷立足？况且今日还是家母寿辰，见血即见凶，还望太子殿下三思，收回成命。好一个忠孝两全啊！你说的没错，许家满门忠烈，一位贞节牌坊，一位朝廷钦点的一品大员。但是今日，在这许家大府内，有人欺君罔上，我身为当朝太子，岂有不追查的道理？太子英明！这碗水中的清油是谁加的？目前查不清楚，烦请老夫人与许大人再验一次血。我知道今天是老夫人的寿辰，见红即见凶，还望老夫人莫怪。我干娘不怕凶，可以再验一次。既然恐伤老夫人身体，那不如……好，既然如此，母亲，我们验便是。好。太子殿下，刚刚就是这个人送的茶水，他神色慌张，肯定又做了手脚。这碗水没问题。巧儿姑娘要是不放心的话，那就用本宫的水。来人，取本宫的水壶来。此乃本宫的水壶，有专人看管，绝无异样可能。许大人，请吧。不孝子许春，跪请母上以血验亲。娘，真相终会大白的。今日就让所有人看看，是何人如我许家百年清誉。容了，娘，容了。今日人心已正，福言已尽。这怎么可能？娘，您受苦了。娘，你们这对贼母女还有什么话说？是。
都20年了，他竟然找回来了。娘，这东西你拿好。莫非真是我寻错人了？不，这世上不会有如此同名同姓且经历还一样的人。春儿，既已真相大白，那娘也便可安心去了。娘，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为何还要如此啊？你是我怀胎10月所生，你3岁亡父，我20年如一日养育你成人。皇帝闻我秉性端淑，恪尽妇道，故而封我为诰命夫人，持剑贞节牌坊。如今娘却被这2个泼皮无赖一番污蔑，娘有负圣恩，还有何颜面存活于世？不如一死了之。娘，是孩儿不孝，伤了您老人家的心，孩儿不该再咽。可今日已经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了。太子，许大人，我们冤枉。够了！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许氏，悠悠苍天，何苦于我？你今日跪死在这儿，本官倒是可以留你个全尸。许大人，要不把我们处死吧？此事关乎我大前朝的颜面，不可轻待。你现在就去礼部，取出元贞23年皇上亲封的诰命家书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我们真的是冤枉的。够了！我母亲是陛下亲封的诰命夫人，今天这场闹剧还不够吗？是啊，此次验血，水和碗都是太子殿下亲自检查过的。太子殿下，陛下若有什么旨意，您直说便好，莫要再折煞我许家满门忠烈。天可怜见，难道我的冤屈真的无法细说了？娘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开！是。娘，他在写字。这是当年太夫人赠给许大人的4言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春儿，拿下他们！慢！太子殿下，此事已真相大白。太夫人，你看不出地上写的是什么吗？一些故弄玄虚的话罢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你也信？非也，此乃太夫人写给许大人借此书中的4言。正是因为这封家书，皇上深受感动，所以才得封诰命夫人。太子殿下，你也说过，此家书流传甚广，此母女以行骗为生，能写下这个4言，肯定是早有准备，不足为奇。此封家书中精彩艳艳，谆谆教诲，为天下补教之典范，深受皇上喜爱。我从小便熟读之。若是因为此封家书另有隐情而放任不管，恐怕会愧对天下父母心啊。太子殿下，不可因为此2人写出这4句，便断定其中另有隐情啊！不错，这4句在我大前朝流传甚广。这老夫又瞎又哑，写出这几个字，能做什么数？我娘说她可以自证。好，拿纸笔来。
20年了，我已经不会写字了，连毛笔都不会用，还妄图沽名钓誉。我娘颠沛流离20年，自然不会提笔写字了。若负王室，虽无一瓦之富，以龙之志，以病而为生。难道他真是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怎么可以怀疑娘呢？娘，今天学什么呀？春儿马上要入县学了，娘有4言要赠予你。哪4句呢？我念，你写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娘，这4句是什么意思呀？等春儿长大做了官便懂了。好字，好文。吾守节自恃，居穷自立于一时，以长以教婢，至于成人。如孤而幼，吾不能知汝之必有力，故以4言遵之。这正是我娘当年写给我的家书。许大人，这封信我干娘写于元贞15年，那年您参加科举考试，给我娘写信，我娘砸锅卖铁凑足了15两，与这封信一同寄予您。不错，正是元贞15年。太子殿下，信中的一笔一画，皆是我娘的谆谆教诲，故而得到了陛下的赏识。我娘对许大人的谆谆教诲，皆在这信中。许大人可以和记忆中的诫子书做对比，我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字好文也好，虽开头字迹草率，可愈写愈顺。由此可见，这位老夫人也是饱读诗书之辈，定不会是江湖骗子。字字珠玉，脍炙人口。难道许太夫人真的是冒名顶替？毫无疑问，这封书信正是出自大娘的手笔，而皇上钦点的诰命之人也是这位大娘。难道是真的？老夫人，事到如今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太子殿下，若是能默写出诫子书的下半篇就能定罪，未免也太草率了。书信不同于奏折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利用了。这封书信是15年前许大人亲自呈给皇上的，皇上看后为之动容，送于礼部封存。我也是听父皇口述得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只有父皇、许大人，还有他的母亲知晓，绝无泄露可言。太子殿下，请太子殿下明鉴。娘，今日终于可以沉冤昭雪了。杀人灭口，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。假冒诰命之身，欺世盗名，窃荣华富贵，手段卑劣。幸得今日有大娘和巧儿一番死谏，方才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这就禀明圣上，行旨定夺。你还有何可言？老身自然有话要说。春儿，这封信是娘写给你的。干娘，铁证如山，他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儿子只知道能写出这封信的才是我娘。这诫子训全文共376字，字字珠玑，且是为娘对你的良苦用心。这瞎子只是写出了前半段，你便信了他。我娘说只写前半段就是为了防你。那这么说，你们说什么便是什么。若我是背出了后半段，你们要是不信我，我又有何法？我娘不是是非颠倒之人。再说了，这封信许大哥也见过，你在慌什么？莫不是你不知道下半段的内容吗？既是如此，春儿，听好了。自古明王圣地，尤需勤学，况凡树苦。母旦一子，必哺育使之活；人旦一子，必给食使之活。此乃天道之存焉，亦谓人道之存焉。吾儿不信，生3岁而故。然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然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
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都背下来了？你们承认这是芥子书下半篇了？想当年，正是因为这封信感动了当今陛下，故而封我为诰命夫人，才可进京与我儿团聚。在这过去的20年里，老身时刻谨记着信中的字字句句。我知道了，徐大哥，一定是有人泄露了这信中的内容，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你们二人方才亲口说这封信的内容只有陛下还有我哥知道，若这封信的内容泄露，如何证明这老瞎子所写是不是有心之德？丽娘，20年了，你以为我一点防备都没有了？没错，他假借诰命夫人之位，又是朝廷一品官员的母亲，拿出信来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够了！你的意思是，我指使我娘提前拿到这封信，就是为了今日这场辩论吗？徐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刁民！你们二人3番5次辱我母亲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！住手！二虎，我要冲撞了太子！太子殿下，今天庭前失仪，可铁证如山。我母亲已背出芥子训下篇，可二人红口白牙，颠倒是非。太子殿下，二虎也是一片孝心，还请太子殿下莫要怪罪。无妨，本宫打断你是因为有新的证据，你起来吧。这封信是元贞15年太夫人写给许大人的，许大人，请过目。不错，这正是阿母当年写给我的家书。这是我特意差人从文渊阁取出来的，上面还盖有皇家的御戳。太子殿下，可他们二人同时附送了芥子书的上下半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所以我特地取来原件。俗话说，文章可窃，而神骨不可窃。正所谓笔锋行文各不相同。太夫人，劳烦你重新卷写芥子书，与原书的笔记做对比。太子殿下的意思是让老身再写一遍，与原文笔记对比。笔墨伺候。为何不让这老瞎子一起写？这血书便是证据。不错，地上便是另一份证据，直到太夫人写出，对比字迹便可。太夫人，为何还不下笔？太子殿下，距老身写这封信时已经有28年，恐怕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身的字迹早已有变化。这倒无妨。此乃我大前朝的宫廷画师，虽不懂文墨，但能识迹。鄙人不才，不懂文章，但能根据字迹辨别写字之人。太夫人，这20年前的诰命身份真假之案，今日就将解开了。微臣将竭尽所能。娘，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孙师傅，如何？观二者自行，确是同一人所为。什么？只是孙师傅，有话但说无妨。虽字迹一模一样，但观字之骨血，这20年前的字迹刚劲有力，气势磅礴，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。而如今太夫人的字迹却更加内敛。虽说字迹不会变，可精气神终究会变的。20年前，春儿在外求学，前途未卜，我自是有用不完的力气。可如今，春儿将败阁入相，
我也已到了耳顺之年，这字迹又怎会不变？确实，太子殿下，太夫人的字迹与20年前这封信的字迹如出一辙。哎呦，果然是假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货！幸亏虎儿先有提防，让我背熟了那封信，还练习模仿了字迹。是啊，太夫人乃朝廷亲封的诰命，怎会有假？没错，许大人与太夫人朝夕相处这么多年，若有问题早已暴露，还等得及今日让你们两个江湖骗子揭穿？孙师傅，这20年前的字迹与这地上的血书相比，如何？这幅字的作者倒是能看出一些文采，只是经历了不少变故，这幅字已经变得无肉无血了。我都说过了，我娘20年没有提笔写过字了。字迹是不会变的。今日真相已白，无论是验血还是字迹，你们种种怀疑，老身一一自证。老身就是如假包换，受陛下亲封的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没错，太夫人真正不怕影子邪，清白一身，自然不怕反复查验。如今真相大白，还请太子殿下、许大人严惩恶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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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惩恶贼。你们二人还有什么话想说？娘，明明你才是真正的诰命夫人，为何变成这样？你们二人今日差点骗了我们在场所有人。说，你们背后指使者到底是谁？竟敢污蔑诰命夫人和当朝一品大员。反正我现在说话也没人信了，要用刑便用吧。这大钱律法，我和娘都用个遍了。太子殿下，您今日受皇命来为我娘祝寿，切莫让这二人扰了心情。是啊，太子殿下，此事就交由余弟来处置吧。依你所说，你们处置吧。带下去。太子殿下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。还贼心不死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拖下去打死。慢，慢！太子殿下，莫要再折煞老身了。今日之事已有定论，为何还要因此二人再起是非呢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为什么不让他们说完呢？殿下不要忘了，今日是老身的寿宴，太子虽奉皇命，可3番2次搅乱了老身的寿宴。今日之事，我定以诰命之身禀报陛下。无妨，本宫做事只有一个有德，莫让一人受冤。你二人若是想起什么，便说吧。我娘说了，当年为了激励许大人努力学习，特地将信里的名写的是木月名，而非日月名，以此来勉励许大人要识人识事，不要只读死书。您可以去信里看看，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够了！你二人3番2次，千方百计谋害于我，究竟是为何？在座的各位大人都是科甲正部入仕，老身也是陛下亲封的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何况今日血已验，字迹已对，亦能复写当日之书信。若今日之后再有人效仿此二人，难道我要放下一切，一去自证吗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之事确实无需再验了。许大哥，您就不好奇为什么我娘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吗？别人不知，你还不知吗？是，确有此事。这封血书中的名字确实是木月名，看来这并非空穴来风。那就请许大人亲自查看当年的书信，看看其中的名字究竟是何种写法。大人，这封信乃是陛下御封，已经封存于文渊阁之中，在下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拿出来。放心好了，我哥马上是礼部尚书，这份情我会记得。只是不知大人要这封信做何用？这是家母给我哥写的家书，留个念想罢了。是太夫人想看。啊，哦，我娘又约了一份。哦，不愧是太夫人，2份毫无相差，这就算是放在一起，恐怕也没人能分辨得出来啊。既如此，这份
你便带回去吧。这不太好吧？不知变通。也罢，你回去吧。等我哥上任，我便告诉他，你不太适合这个官位。愿为许大人马首是瞻呐！好啊，今日我等差点被骗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的是他们二人。这信中的明明明是普普通通的日月明，何来木月明之说？其心可诛，其心可诛啊！太子殿下，今日是我阿母的生辰，却被这二人搅得鸡犬不宁。既然真相已经大白，今日我便要先斩后奏。许大人，我娘说她不怪你，要怪就怪这世道不公，要怪就怪这朗朗乾坤，容不下我们母女二人的容身之处。死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，搞母女生情是吧？一起去死！我容你俩再辩一句。娘，您不必给巧儿说了，巧儿这条命是您给的，我们一起赴黄泉。请太子即刻处死！请太子即刻处死！哼！娘，今日您受委屈了。无妨，只要你认我就好，别人谁不认我都行。认，我认，你就是我娘。此二人狼子野心，贼胆包天。若要斩首，还需进宫面圣。今日，本宫做主，即刻处死。真不要脸，妄想攀龙附凤，也不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对，幸亏太夫人仁厚，真是赐死了他们。要是我，早就给他们千刀万剐了。这对母女真是恬不知耻，狼子野心，赶紧去死吧！不要欺负我娘，我娘都没有骗人。不要脸，臭女人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赶紧去死吧！没错，错的是他们，别打了。徐大人，今日多有叨扰，太夫人可还安好？无碍，我娘只是受了惊吓，已经歇下了。为表歉意，就让画师留在你的府上，为你和太夫人画一张画像吧。啊，也好，留个念想。我记得我3岁与娘分别时，娘让村口的画师为我二人画了一张，这么多年，也是唯一的一张。那便请太夫人与许大人小坐片刻。太夫人、许大人，画好了。娘，快看，不愧是宫里的师傅，画技高超啊！画好了，为娘有些累了，先回屋歇着了。恭送阿母。栩栩如生，真是栩栩如生啊！没想到孙师傅不仅可以辨别字迹，画技还是如此的精湛。许大人谬赞，我只不过凭此画术讨口饭吃罢了。许大人啊，孙师傅的画技不但是大前第一，测骨看相的本事也是第一。太子谬赞，微臣只会画骨而已，谈不上什么看相。啊，画骨？何为画骨？何为画骨？莫非孙师傅能画人的骨头？非也，非也，此骨非彼骨。哎，孙师傅，你就莫要打哑谜了。正所谓
画人画皮难画骨。我说的画骨是指以小画大，以过画网。以小画大，以过画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么说吧，许大人，你随便给我一幅画像，我可以分毫不差地画出画中之人10年乃至20年之后的变化。这么神奇？40年前，我与母亲还真有一幅画，还请孙师傅一看。不可。许大人，今日之事已经盖棺定论，为何又要重新提起呢？太子殿下，人的心中一旦有了裂痕，是堵不住的。当年那幅画就在书房，还请二位一步。太子殿下，您为何如此笃定太夫人身份有所疑呢？孙师傅，你不是也有相同的疑问吗？否则怎么会主动给太夫人画像呢？孙师傅，你不也有相同的疑问吗？否则怎么会主动给太夫人画像呢？虽说太夫人近日复写出诫子书与20年前那封字迹相近，但其中的精神气儿却大不相同。虽然太夫人所称年龄心境有变，可微臣只认一个理，字迹可以模仿，精神气不可变化。孙师傅，不愧是心思缜密啊。那太子殿下，您为何如此笃定呢？无他，唯本心也。本宫第一次看到巧儿和那个老妇人，就觉得他二人不是坏人。今日之事，乃是大前朝前所未有之奇案，这背后绝不会那么简单。太子殿下，请。春儿，你一定记得，进了这县学，一定好好学，莫辜负了娘。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等我考上了功名，您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等着享福吧。春儿这一走，再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要不画一张像吧？老板，画一张画多少钱？1两。老板，我儿子还小，用不了多少颜料，能不能便宜点儿？不论大小，一人500文，您二位就是1两。老板，给我娘便宜些吧。等日后我做了状元，我让全天下的人都来你这儿画。好，那就一共500文。谢谢老板。这幅画便是我入县学前母亲请人画的像。自那以后，我与母亲便20年未见，直到陛下传旨封我母亲为诰命夫人，这才进京与我相会。孙师傅，请您过目。这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啊！这怎么不可能了？许大人，请过目。右边这幅是您与太夫人的画像，左边这幅是您与太夫人40年前的画像。这画像又能看出什么？许大人，你莫非忘了，孙师傅可是会看骨的。那就请孙师傅赐教。人的样貌虽会随年龄而变化，但可能会因为心中所念与年轻时大不相同，也可能是因为遭生变故导致毁容，才可能不准。徐大人，您看这2幅画像中，您的相貌变化不大，而太夫人的变化相貌极大。这40年早已物是人非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人的面相会随着时间而变化，很有可能与年轻时不太相像。你们看的是人们的面相，而我看的是他们的骨相。骨相是有迹可循的，稍加推测便可3岁化老。孙师傅，你的意思是，这画像中的2人并非同一人啊？这2幅画中的太夫人不是同一人。你说什么？
以微臣画骨30年之所见，这2幅画上的太夫人绝无可能是一人。何以见得？还请许大人将太夫人的生辰八字写出。来，孙师傅，此事关乎大钱颜面，还请细细道来。以元宫天罡法推演此生辰八字，可得谷中2两3钱，正与40年前这幅画中的太夫人相符。谷中2两3，正所谓福薄缘浅，六亲无靠，留作他乡之人。而这位谷中5两3钱，这位不需愁虑苦劳心，荣华富贵过一生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的我娘不是当年的那位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微臣画骨30年，从未出错。这画上2人骨相，一看便不是一人。那，孙师傅，你可以画出这幅画中我母亲40年后的模样吗？1个时辰便能画出，可惜现在过了41刻，53刻便要问斩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莫非这就是天意？唉，罢了，这天下又怎么会出如此奇案？如此奇案，又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许大人，今日之事你不觉得蹊跷吗？太夫人受诰命已有20年，为何偏偏是今日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？不，恰恰相反。若是有备而来，觊觎诰命之位，必不会在20年后，你与太夫人情感稳固之后出现。对呀，若是在头几年，我还会有所怀疑。若是有组织、有谋划之人，肯定是在诰命夫人刚刚入京那几年实施行动，又怎么会等到今日，等到太夫人的60大寿上？这更加印证了此2人并非狼子野心，而是确有实情。确有实情？孙师傅，你最快多久可以画出？回殿下半个时辰便可，不过可能有些许粗糙。许大人，淳德县便是你的老家吧？正是。方才我差人打探了一番，从淳德县自南北直隶一直到京津附近，各关口皆有报告，有一位女子带着一位老妇人过关，从淳德到京2000余里路啊！这就算骗子，未免心思也太缜密了吧？更何况为了一个诰命之位，虚行如此弥天大谎。孙师傅，画吧，刑场那边我来顶着。许大人，斩立决的折子已经递入宫中，陛下已经朱批。若耽搁了时辰，那便是欺君的大罪啊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斩立决是我判的，那便由我来承担后果。再说了，此事若不查清楚，更是愧对君父。啊，孙师傅，画吧，我亲自监察。若53颗未送到，那便是天意。报！禀太子殿下，许大人，那2人认罪了。那2人认罪了。他们认了什么？在大堂上，那年轻女子说他们认罪，称那老妇不是您的母亲，他们是假冒认亲，觊觎诰命夫人。放肆！如此戏耍太子殿下和本官，是我大践律法，为何物？许大人，那还画吗？自然是画。这诰命之位究竟是另有隐情，还是贼胆包天？斩与不斩，今日都要有个定论。对，画出来。莫忘了，这2人油嘴滑舌，与我们拉扯了这么久，谁知道又在耍什么伎俩？斩与不斩，一切皆是天意。哥，时间到了。许大人，草民知罪，我娘她不是诰命夫人。你2人为何现在否认？我们不认了，是我们妄图攀龙附凤，请大人放了我娘，小儿愿一人赴死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许大人，草民不该以下犯上。娘，是巧儿害了您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带您来京城。这53颗马上就到，
怎么不见监斩官下签呢？谁知道呢？听说这二人竟敢冒充一品高病太夫人，可能是真有隐情吧。娘，孩儿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。大人，放了我娘吧，所有的罪我一人担着。只要他们死了，便可永绝后患。哥，这2个贼人认罪了，下令吧。53克未到，不急。娘，您不要再说了。当年若不是您在仙安河边救起了我，小儿哪来的今日？活了这么多年，小儿也活够了。新安江，那不正是家门口那条河吗？二虎，你还记得家门口那条河吗？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那条？什么河呀，哥？他们就是在卖惨，都在最后时刻了，还企图你心软。都要被砍头了，这人之将死，其言也真呐。怎么还没来？什么没来？啊，没什么。哥，这2人就是居心叵测，现在还想骗你。切，再耗下去，恐怕这天下的人心都让这对母女收买了。再急也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待时间走正，再斩也不迟。禀大人，府里传来消息，太夫人病了。什么？这无缘无故怎么会病了呢？因是母亲知晓你亲自监斩，恐刑场煞气伤身，母亲不愿进房，在房外守着，风吹日晒，大抵是中暑了。哥，母亲身体本来就弱，再耗下去，恐怕吃不消。好，行，好，行。徐大人，53克已至，请您下令。要怪就怪天意吧。若53克前话来，那我便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看化验人。可若不来，那便一切照旧。判力决！画出来了，徐大人，画出来了，画出来了！许大人已经下令了，快斩了他们！斩令决！徐大人，画出来了！这模样是他！且慢！这是什么？甄师傅，你没有画错吧？不可能，画人画骨相最难出错。这画中之人就是你要处死之人。老东西，休得胡言！这老女人与我哥的血根本不相容，我娘与我哥滴血认亲，怎么会出错？不可能，这其中必定有蹊跷。滴血认亲是在太子见证下完成的，你这是在质疑太子，还是皇上？我画骨多年，从未出错。我看你就是被这2个死刑犯买通了，成了他们的托。我乃陛下赐笔的宫廷画师，谁能收买我？谁又能收买得了我？我与你无因无故，无怨无仇，只是受他人之托画出骨相而已。哥，就连你也信这种无稽之谈吗？啊，滴血认亲还不够吗？还要弄这些什么画骨的什么鬼扯玩意儿？这多伤了娘的心啊！
有问题，水里有清油。当初只与这老妇人验了一次血，再验一次便知。本官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再滴血验亲一次。这是我特意差人从文渊阁取来的，上面还盖有皇家的玉戳。这信封上的玉戳确实是文渊阁当值大业，难道真的是搞错了？来人，在。刑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孙师傅画出了没？回太子殿下，孙画师画出了一张像，也拿到了刑场。那许家二弟嚷嚷着以滴血验亲，为何还要再验这些画？似乎让许大人分心了，最终似乎还是没有相信。也是，血都验了，一张画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把这封信送回文渊阁。是。不对，这不是当年的信。你们为何不验？你们三番两次的引起我的注意，不就是为了要做诰命夫人吗？我给你机会。啊！我娘说她已经验过一次血了，是你是非不分。既然不信，那你杀了我们吧！哼！本官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证明。证明？证明什么？证明我娘的亲生孩子要千方百计的害死他吗？我娘验血只是为了证明认贼作母。哥，莫要着了他们的苦肉计啊！今日验血，所有人都看到了你的血和母亲的血相融，是他们打翻了水碗，销毁了证据。母亲是御赐的诰命夫人，这毋庸置疑。他们口口声声说对诰命之位没兴趣，可找上门的是他们，滴血验亲的也是他们。哥，时辰已到，再不行刑，可是违抗圣旨。哥，你不觉得今日之事太过蹊跷了吗？今日是母亲的寿辰，自从太子入府，一切都变了。他这是在把我们架在火上烤，家事丑闻闹得全城皆知。他这是在给自己铺路，明知陛下器重我们，这是在拷打我们许家。哥，莫要着了他的道。杀呀！杀了我们！你这个眼被啄瞎的人根本不配当孝子，你有负圣恩，愧对祖宗，愧对天地！你狂妄！打呀！打死我们！正所谓明察秋毫，刚正不阿。你把我娘打死了，就成为当朝第一大清官了。一心求死是吧？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即刻行刑！别为我弹啊，岁月丢失的年华，回忆多少我为你唱过的歌。刀下留人！我乃当朝太子。
太子殿下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宫还要问你，既然孙画师带来了画，你为何还要问斩？你的意思是，就凭一张无凭无据的画，就要臣抛弃供养了20年的母亲，转身认这个瞎子为母吗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太子逼着许大人认母？唉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呢，我看是太子殿下在立威，谁让许大人是陛下的亲宠呢？太子殿下，这是臣的家事，你当真要管？大风吹倒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论长短。今日本宫若是不管，愧对于天地良心。刀收的利索，本宫要赏你。谢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今日之事，臣必将如实禀报，还请陛下圣断。你不报，本宫也要报。你哥，就这么任由太子带走他们？这2人信口雌黄，还不知会怎么诋毁你和娘啊！他可是太子啊！哥，若我和娘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会原谅我们吗？乱说什么呢？你虽不是娘亲生的，可是这20年，你与我一直陪在娘的身边，能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可能是今日之事扰了我的心绪。无论如何，在我心中，你和娘都是我最亲的人。娘，这是太子命人专门煮的参汤，您快喝些。你们好些了吗？巧儿和干娘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，巧儿姑娘，快扶起你娘。若是好些了，就烦请巧儿姑娘将当年之事一一说清。当年圣旨传回县里，正是那个孙威给我娘报的消息，可他却称皇上知道了许大人是罪臣之后，将我娘诓骗到了水池边。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狼心狗肺的母子？太子殿下，如今你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可否直接抓了那个毒妇？众审之下必有实情。不妥，此事我们需要从长计议。许大人深受父皇器重，其胞弟又暗自与朝中各方势力交好，这没有正当理由扣押一品诰命夫人，恐怕朝中又是一番动荡。父皇龙体欠佳，朝堂再也经不起再折腾了。巧儿姑娘，你娘说了什么？你为何不愿说出？太子殿下，我娘也是受了惊，您千万别生气。但说无妨。我娘问您为什么要帮我们，莫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？她不愿成为你们竞争的把柄。不愧是当为诰命夫人之人，明事理，知得失。不过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本宫保你们不是为了扳倒谁。本宫做事只为本心2字，正如你对许大人说的那惊世4言，为天地立心，本宫也是为了天下人谋也。我娘说您一定是一位好的明君。那就谢太夫人吉言。对了，太子，您是如何笃定我们没有骗您的？纸。这是大娘当年写给许大人，20年前由大内封存，盖有文渊阁御戳的那封信。这信纸乃是大前最有名的压花纸，迎着光看时，能看到纸上精美的暗符图案。
那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压花纸是由纯德纸张于元贞23年生产的，又怎么会出现在元贞15年的书信中呢？娘，您听到了吗？果然是那个毒妇，她心思缜密，买通了人，偷出了信，又背熟了信，模仿了笔迹。幸亏遇到了殿下，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自证清白了。太子殿下，我娘问，那如今真相大白，您该如何谋划，抓了那个孙威？本宫自有妙计，一切已准备妥当。这岸上的信纸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是傍晚太子派人送来的，送来的人还说这是大人家乡造的牙花纸，让您好好欣赏一番。太子，大人，太夫人身体不适，说若是您回来了，请您去西屋一趟。啊，母亲病了。母亲，下人说你病了，好些了吗？有吃药吗？如此看来，春儿还没起灵。二胡说，你放走了那2个贼人。太子硬要保，儿子也没办法，还请母亲恕罪。跪下！孩儿不孝，今日受人蛊惑，让母亲见了血。春儿啊，今日为娘受了这辈子最大的辱，可是娘不怪你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那太子欺人太甚，见圣上龙体孱弱，便想敲打一番朝中老臣。你受陛下隆恩多年，必然是首当其冲啊！太子为人忠良，应该不敢如此的。太子已经敢了，今日之事分明以水落石出，公然将那2人包庇带走。春儿，这就是在敲打你呀！待儿子见到陛下，一定会提及此事。陛下已经多日不上朝，知道太子是有备而来。娘，这些不是我们做臣民可以议的，还请母亲切莫因此而怨忌太子。他日若太子真有入住大内那一天，这些话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是娘忘忆了。哎，春儿，不如走吧，你辞官，我们回老家。娘，我觉得今日之事没那么简单。您真的不认识那个瞎子？既然你已经问到这儿了，那娘便告诉你吧。啊，那瞎子，娘的确认识。此人叫孙威，是娘的闺中帕娇。那时候，娘刚有了你。啊，嘿，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勾引我家官人！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娘不慎伤了他的喉咙，我以为他自知理亏，不会再出现。可怎知这么多年他一直怀恨在心，突然上京污蔑娘的诰命之位，必然是蓄谋已久了。竟是如此，娘当初就应该杀了他。娘恐怕是不是你同朝为官，惹了那位大人，故而被政敌利用了？儿子在朝，为官谨慎，谨言慎行，没有得罪过谁呀？难道是太子？若是太子，那可就真麻烦了。春儿，听娘一句劝，明哲保身，我们辞官回乡吧。辞官？娘，您言重了。太子仁厚，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，解释清楚便好啊。哥，娘，太子来信了。今日之事皆已查明，是本宫误会了太子，为表歉意，略备薄酒，请太夫人、许大人明日移赴太子府，本宫当面致歉。太子怎么说？太子说今日之事是他不对，明日宴请咱们去太子府，当面给您老人家道歉。哎呀，娘，
我就说了嘛，你想多了嘛。估计今日太子救走那些人呢，也是为了立一个明君的形象。这纸张，哎呀哥，太子都把文渊阁那封信给娘了，说是旧物，给娘留个念想。啊，娘，当初就是这封信一直激励儿子一路高升，才达到如今这个高度。都说物不如心，人不如旧，今日就让儿子再回忆回忆过去，这封信就让儿子再拜读拜读吧。好啊，这3份用了同一种纸张，太子殿下，你究竟是何意？回大人，这纸是太子傍晚派人送来的，送来的人还说，这纸是您家乡送的牙花纸，让您好好观摩一番。牙花纸，来人！大人，小的在。来福，在京里卖牙花纸的共有几家？这纸是您家乡承德纸商所造的，京城能卖这种纸的，都是咱家二爷点过头的。纯德的纸，是二虎在卖。对，这纸虽比不上雪花纸名贵，可咱二爷也是放出过话，说，凡是跟徐府有公务往来的，都得用牙花纸。胡闹！这个事情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许大人，您就别为难小的了。唉，这门营生已经经营多久了？回大人，是元贞23年。如今已是元贞43年，这苟且的营生已经经营了20年了。滚出去！是。不对，这是元贞23年的纸。元贞23年。许大人，这封信是我干娘写于元贞15年。那年许大人要参加科举考试，写信给我干娘，我干娘砸锅卖铁凑齐了15两，与这封信一同寄予您。不错，正是元贞15年。元贞23年的牙花纸，怎么会出现元贞15年的信中？我母亲乃诰命夫人，受贞节牌坊，我乃当朝驸马，母亲一统一品太夫人，按大前律，假冒皇亲国戚，口头诈称杖100，流放3000，伪造印信，判斩立决。今日以此实鞭，正人心而敬服言。不要！来人，将这狼心狗肺的母女给我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太子请简到。许春，待他日真相大白之时，我干娘的心恐怕已经死了。太子，今日你是要给我一个真相大白吗？春儿啊，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大概是昨夜没睡的缘故吧。这太夫人和许大人到了吧？太子殿下说了，他在白虎厅候着3位。在这儿？白虎厅乃肃杀之地，为什么在这儿？这小的就不知道了。就请了我们3个吗？除了3位，还有贵客，还有贵宾。二虎，别问了，我们在这儿等着便是。太子驾到！
民妇孙威，你可知罪？今日，本宫要重审元贞23年一品诰命身份之谜，你们为何不跪？太子殿下，老身乃陛下钦点的一品诰命夫人，上不拜亲王，下不跪公卿，又不在朝为官，何跪之？事到如今，你竟毫无愧疚之意，还敢自称一品诰命？殿下，此二人包藏祸心，数次污蔑老身，您不会听信了此二人的胡言乱语吧？你以为本宫没有新的证据吗？昨日我派人送到你们府上的书信，你们可看过了？看过了。拿出来吧，本宫来给你们讲解这封信背后的真相。哥，别拿出来，这是太子在诈咱们。这封信，太子殿下不是验过了吗？正是老身亲笔所写。不错，正是你的亲笔。那你更要解释解释，为什么23年前才生产出来的压花纸会出现在你们40年前的家书中？此信存于文渊阁之中，定是礼部看管不力，弄丢了原件，为免罚，便造假顶替了一份。不愧是太夫人啊，思绪缜密啊。娘，后路我早都打点好了，只要离开太子府，便可立刻离开京城。老身累了，若因此无稽之谈，再耽搁一日，成何体统？若无他事，老身便先行离开。对啊，太子殿下，今日不是叫我们来赴宴的吗？看这样子，跟我也没关系。那我便先告退了。你们不会以为本宫真的没有其他准备吧？来啊，上证人！代礼部堂官，徐府书办。太子殿下，罪臣知错了，都是太夫人和那孙二虎逼着在下换了信呐。太子殿下，小的也知罪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是孙二虎，他让我加的清油，小的绝无弃军的念头啊！拖下去。看到他们二位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话，那本宫替你们说。那书信正是这位礼部堂官换的，昨日第一次验血，也正是这位书办替你们加的清油。你们骗了我整整20年！不，春儿，你莫要着了太子的道。那你们倒是解释啊！这信，这血，你们倒是解释啊！许春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联合太子骗我们进来受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相信我和娘？都别动！娘，你先走。出了城就有马车接应。享了20年的福，老子也够了。都别动！娘，孩儿愧对你的养育之恩，这20年是孩儿不孝啊！我该死，我不配活着！别动！巧儿，殿下，谢谢您替我娘伸冤。你为什么要替他等到？我娘可是等了足足40年，才有机会和许大哥团聚。
做了人而已。巧儿，巧儿姑娘，巧儿姑娘，我的孩子！将他们打入死牢，即刻问斩！娘，娘，巧儿姑娘，娘说她是在河边捡到你的，便把你安眠在河边。谢谢你，替我照顾娘这么多年，更谢谢你，让我看清了真相。我和娘就住在山的那头，会经常来看你的。没错，我已经辞官了，我已经错过娘前40年。你放心，往后余生，我会一直陪在娘的身边。我们走吧。娘，您病刚好，太医说要好好休息。春儿，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像巧儿了？娘，走，回家吧。